之前嗰兩集我就分開拍過澳門君悅 M9 同埋澳門巴黎人 Le Buffet 嘅自助晚餐。咁今集就同大家分析下兩個自助晚餐都係699蚊，應該揀邊一間呢？今次會分析佢哋嘅食物、環境同埋 CP 值。Let's go！ 酒店自助餐抵唔抵食，唔係靠感覺。如果你對呢一類分析都有興趣，記得訂閱啦。老實講，其實兩間都係唔差嘅，不過食完之後呢，就確實好唔同，甚至有一間我會想再食多次添，而另外一間呢，就食過一次就夠啦。如果未睇過條片嘅話，可以撳翻右上角嘅連結。先嚟講下兩間嘅定位先。M9 就係偏向高端嘅即煮即製，見到好多海鮮係自己即刻落單即刻整，好似有龍蝦、鮑魚呢啲。落單之後就返埋位，服務員會拎上台，唔係見到就拎。成個節奏其實係慢啲嘅，甚至係少少 fine dining 嘅感覺。但係巴黎人嘅 Le Buffet 呢，就完全唔一樣，佢哋係偏向典型嘅酒店自助餐，最大嘅特點就係好多選擇，見到會有日式、印度、東南亞、西餐，全部都係集中喺一個大區域嗰度，所以好簡單。M9 就係食質素，而巴黎人就係食種類，所以就揀好方向啦。如果揀錯嘅話呢，就好容易覺得唔值噶啦。第二部分就講下海鮮啦，呢一度係兩間最大嘅分別。M9 就有明顯嘅優勢，尤其係龍蝦。我第一次食嘅時候都有少少，咦，幾好喎，唔係話去到好頂級，但係好明顯會感覺比一般嘅自助餐好。而最重要嘅，上台嘅時候仲係熱辣辣，呢一下好重要噶，因為好多自助餐嘅龍蝦其實係偏凍嘅，而 M9 呢，因為即刻整，所以就熱辣辣啦。另外就有鮑魚、石斑魚之類，全部都係現場做。如果你係海鮮控嘅話呢， M9 就會更加值得去啦。反而巴黎人 Le Buffet，佢哋都有即叫嘅龍蝦，但係上到台嘅時候食落去都唔係難食嘅，但係就唔會專登為佢而嚟咯。第三個部分講下款式，如果你係中意食好多款嘢食嘅話呢，巴黎人就會比較適合啦，因為佢哋最大嘅優勢就係唔使諗，基本上行成個圈就睇到晒所有嘅嘢，而款式係真係多嘅，日式、印度、東南亞、西餐，基本上乜嘢都有。而且食物區主要係集中喺同一個區域，我嗰晚拎完一輪之後就可以坐低慢慢食，成個感覺都幾舒服嘅。而 M9 佢嘅食物分佈就比較分散，行出去攞嘢食可能就會辛苦啲啦。如果第一次嚟嘅話呢，可能仲有少少亂添。咁呢個部分就好睇自己啦。如果係想輕鬆多選擇，就揀巴黎人 Le Buffet啦。如果係想食精緻啲嘅話，就揀 M9。第四部分講下甜品同埋生日福利，其實我覺得兩間都差唔多，兩間都有即刻整嘅朱古力心太丸，都做得唔錯嘅，但係又未至於去到非食不可嗰啲咯。不過巴黎人嘅主打甜品款式嘅造型就會靚啲，而且佢哋有個好精緻嘅木馬旋轉甜品架，所以整體嚟講，兩間都唔係主打甜品，而且生日嘅福利都係差唔多，都會有件蛋糕。有即影即有嘅相，同埋有張卡。第五部分就講下飲品啦。M9 就有優勢嘅，佢哋每人有4杯嘅特調飲品，可以揀有酒精或者冇酒精，俾我感覺就好似多咗樣嘢玩咁。另外佢哋有鮮榨橙汁，呢樣其實都幾加分噶。而巴黎人就比較基本，佢哋有汽水、奶茶、椰奶，全部都幾好飲嘅。不過酒精飲品就係額外俾錢，而且佢哋嘅飲品冇咩太大嘅記憶點，所以飲品呢部分我覺得 M9 比較優勝。而第六個部分就講下體驗感啦。M9 有一樣嘢呢，我就記得幾清楚嘅，每晚嘅7點同埋7點半就有職員敲樂器，提醒顧客攞海參同埋即焗嘅心太丸。而呢一部分呢，巴黎人就冇提供。佢嘅自助餐係比較偏向自由啲嘅，所以就睇下自己偏向中意邊一種啦。第7部分講下環境，
如果環境嚟講呢，就巴黎人確實係靚啲嘅，空間大啲，座位闊啲。如果坐窗邊，仲可以望到巴黎鐵塔。夜晚仲有燈光 show。如果約人食飯呢，我覺得呢一度氣氛係好啲嘅。而 M9 嘅環境就係普通酒店嘅格局，比較實用，唔係打卡為主。咁好啦，我哋嚟個最後嘅總結。如果係同樣價錢699蚊，應該揀邊一間呢？我就覺得，如果你係海鮮控，想食質素同埋想有記憶點嘅話呢，我會建議你揀君悅嘅 M9。如果你係想試多啲款式，想輕輕鬆鬆咁食，有氣氛有環境，巴黎人就會適合啲啦。但係如果我自己呢，我就會覺得我會去多一次 M9 食嘅，因為我食完之後真係好回味啊！如果你係第一次試嘅話，我幾建議你揀君悅酒店嘅 M9。好啦，今集嘅分享就到呢一度。如果你都中意呢一類分析嘅話，記得訂閱啦。如果你都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就麻煩你按讚、分享、留言啦。我哋下次見，多謝晒。